大家好啊，我是尤布。唐贞观12年啊，也就是公元638年，慧能啊出生在岭南忻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新兴。3岁时啊，父亲去世，母亲带他移居南海县。长大后的慧能啊，做起了樵夫。他呢完全不识字，以砍柴和卖柴啊维持生计。据《祖堂集》记载，一日慧能送财到南海城中安道城相公府，在厨间啊，他把柴放好。安家人说：“相公啊，在诵经，你等一会儿再来领柴钱吧。”这时啊，诵经声从远处传来：“应如所示，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慧能听后啊，愣怔了一下，随即呢，欢喜的笑了。安道成啊，从房间走出来，慧能啊，上前施礼问：“您方才诵的是什么经啊？”安道成说：“金刚经，这是我从湖北黄梅东山寺弘忍大师那里请来的。”慧能问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什么意思？”安道成说：“这个我还没弄懂，你如果想知道啊，可以去黄梅问一下弘忍大师。”慧能挠了挠头说：“我真的很想去啊，但是家中的老母需要照顾啊，走不开啊。”安道成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你就把这10两白银拿去安顿老母。要知道那个时候的10两白银啊，可是不少的钱啊。然后啊，你就去黄梅吧。”于是呢，在隆肃元年，也就是说公元661年，慧能啊来到了黄梅东山寺，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弘忍大师。弘忍问他说：“你从哪来呀？”慧能答：“岭南。”“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慧能说：“不求别事，只求做佛。”弘忍听了一笑：“你个未开化的岭南人，怎么能成佛呢？”慧能说：“人虽有南北之分，但佛性没有南北之别。”弘忍听了，深深的点头，说：“那你就留下来吧。”弘忍大师安排慧能啊在后院舂米。慧能呢身体瘦小，他在腰间啊绑上了一块石头，来增加身体的重量。就这样，慧能在对房老老实实的舂了8个月的米。弘忍大师为物色合格的接班人啊，让寺中的僧众啊，每人写一首偈子呈上来。当时啊，神秀啊担任寺中的首座。首座呢是寺院的职务之一，重要性啊仅次于住持，相当于寺院的2把手，也就是说大家所说的2当家的。僧众们啊都很钦佩他，认为接班人啊非神秀莫属。神秀呢果然也不负众望。深夜里啊，他掌烛来到东廊下，在壁上写了一首偈子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他将人的身心啊比作菩提树与明镜台，因为他们本身清净，却由于执着啊，经常为尘垢，也就是说外在的烦恼所污染。为此呢，需要时时勤拂拭，也就是说需要经常的去打扫。通过坚韧不拔的修习啊，渐渐达到莫使有尘埃的觉悟之境。这首偈子啊，次日便传遍了整个寺院。弘忍大师呢也来看了，他对大家说：“如果依照这首偈子的修行，你也能得到殊胜的果实，你们啊要好好念诵。”弘忍大师呢，于是就把神秀叫到了祖堂，对他说：“你呀，现在已经到门口了，只要你再迈一步啊，便可登堂入室了。”就说你的佛法的修为啊，
已经快见到真相了，但你还需要再努力一下。于是呢，弘忍大师说，我给你3日时间，你再做一首偈子呈上来。在后院抽米的慧能听说了这件事儿，他呢也跑到了东廊下去观看。慧能呢听大家念诵了这首偈子后认为这首偈子写的还不够彻底。慧能大师虽然不识字也不会写字，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自己的偈子写在了壁上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因为慧能认为从缘起性空的立场来看没有菩提树，也没有明镜台，身心皆如幻影，而干扰身心的烦恼呢，更是幻影中的幻影。禅宗的修行就在认识到本性的清净无染，当下一念顿悟成佛。僧众读到这首偈子惊奇不已于是呢有人就跑去告知了弘忍大师。弘忍大师呢来到了东廊，看到了这首偈子，然后呢他脱下了鞋子，用鞋底把慧能的偈子抹掉了，然后呢转身对众人说，意未见行。晚上弘忍大师悄悄地来到了对方，他看到慧能腰间挂着石头冲米，心中赞许。他走到冲池前弯腰抓起了一把米，问，米冲好了？慧能答，冲是冲好了，但还是要过一遍筛子。回到祖堂呢，弘忍大师派人唤来了神秀，问神秀新的偈子写得如何了。神秀笑着说，光大东山法门的人已经出现了，不用我再做偈子了。他向弘忍大师顶礼3拜，于是呢收拾好行囊，悄悄下山了，前往湖北荆州。半夜3更时慧能来到祖堂，听弘忍大师为他讲《金刚经》的奥义。当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于言下开悟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不生不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弘忍大师神情凝重将衣钵递给了慧能。慧能摆手推却说，大师我已经得心法了，足矣了，弟子久居山野不堪接受衣钵，恳求大师传之神秀手作。弘忍说，你与神秀各有因缘，他呢已经下山去了，你不可再推辞了。慧能于是便双膝跪地双手接过衣钵。弘忍说，你得衣钵恐众人不服因为你这个时候还是个居士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会不服气因为很多人已经出家很多年了，为什么要把衣钵传给你呢，对吧？所以弘忍说，你即刻下山回南方隐居修行。当天晚上弘忍大师送慧能到九江驿，临别之时弘忍大师说，等我事迹后，你再出来弘法。记住，以后你只传法不传衣钵。慧能问，为何呢？弘忍大师凝望远方传衣钵只是形式，传心法才是根本。将来你的门下龙象辈出，这一套衣钵传于哪个？也就是说，传心法才是目的，衣钵不是目的，对吧？而且将来你的门下那人才辈出你就一套衣钵，你说你给谁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弘忍大师说，
你这一套衣钵传于哪一个？留作表信之物吧。慧能啊，于是就遵从了弘忍大师的教导，回到了广东，在四会、淮吉等地隐遁了15年。隐遁期间啊，他曾经与猎人一起生活，负责砍柴、烧火、做饭。猎人呢，偶尔也会安排慧能看猎网，但他总是网开一面，让入网的生灵有逃脱的可能。有一次，慧能随猎人追逐猎物，路过潮汐时病倒了。当地的读书人刘志略收留了他，并且予以照顾。慧能的身体康复后刘志略陪他来到了附近的宝林寺。刘志略的姑姑是吴进藏比丘尼，她呢正在诵读《涅盘经》，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，慧能走上前来为他解惑。吴进藏很奇怪，你不识字，为何能理解经文呢？慧能说，诸佛妙理，无上妙法，非观文字。吴进藏听了，知道慧能是有道之人，心生敬意。不久慧能的名声传遍了乡里。他呢择机会回到了南海，将母亲接到了潮汐，自己呢则重新做起了樵夫。数年后母亲病重，慧能含泪为她说法：母亲，不要惧怕死亡，把心安住在佛号中吧。母亲呢在他的怀中安然逝去。从此慧能了无牵挂，四处云游。仪凤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76年，云游的慧能来到了广州的法性寺，也就是今天的光孝寺。寺院的住持呢印宗法师正在讲《涅盘经》。当时一阵风吹动了寺中的长幡，印宗命僧众以此为题讨论义理。一个僧众说是风动，而另外一个僧呢说是幡动。慧能上前说，既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两位法师的心动了。印宗一听感觉此人谈吐不同寻常，于是呢他问道，行者真非常人也我早就听说东山佛法难来，莫非在行者身上？慧能于是出示了法医。印宗肃然起敬又问，弘忍大师可有指授？慧能答，并无指授，也不需要什么指授。学法呢唯在见性，只要见性，担水砍柴皆可成佛。慧能听说弘忍大师事迹请求印宗法师为他剃度，受具足戒。2个月后慧能在寺中的菩提树下为大众说法。一名叫法海的僧人问什么是一行三昧？慧能说，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存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成净土。法海听了大笑他起身走到佛像前朝佛像啐了一口说，你这个老骚狐困惑了我多少年说完他便又痛哭起来，走上前拭去佛像上的淬迹，庄重礼佛。慧能待他平静下来后问他说，佛在何处？法海说，在淬不可及之处。慧能赞许地说，不执着于外在的相，就是解脱。印宗对僧众说，今日听了和尚的说法，何为珠玉，何为瓦砾，你们应该有心得了吧。不久后吴进藏前来恭请慧能回潮汐，住持宝林寺。印宗法师挽留，慧能不接受，说，弘忍大师说，大厦之才常居山谷，不像人间有也。回到潮汐慧能开始了弘法的生涯。他
他弘扬的顿悟禅法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摆脱了经论名相的束缚，为岭南佛教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。听说慧能出山传法在湖北荆州弘法的神秀心生欣慰他对弟子志诚、行昌等人说：“五祖妙摄，慧能有能，东山法门光大矣你们前往参学吧。”通天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96年，武则天下诏，礼请慧能进京讲法，被慧能拒绝了。神龙元年，也是公元705年，武则天与唐宗宗李显又下诏书，派内侍薛简南下迎请慧能。慧能以年事已高为由，再次婉拒了。先天2年，公元713年，慧能大师逝继，享年75岁。弟子将他的肉身裹铸涂漆，完整的保存了下来，现在仍然供奉在广东韶关南华寺中。慧能所讲的禅法由弟子法海等人记录整理为《六祖坛经》。在慧能之前禅宗一脉单传，自慧能以后禅宗在大江南北迅速传播发展开来。慧能的弟子众多，著名的有法海、法达、常智、智彻、神会等。慧能主张的顿悟成佛破除了偶像崇拜，又提出修行不用背诵佛经，只需认识本心，这些个简便易行的教法，推动了禅宗生活的平民化、世俗化。正如近代主张人生佛教的太虚大师所说，禅宗之所以能代表整个的佛法，实有赖于六祖禅宗的凝悟和红传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优步。